真没想到啊，在咱们近40年没有参加过真正战争的部队里，能有这样的兵，这样的意识。是啊，虽然现在进入了信息化作战的时代，但是我们的步兵依旧是一支有顽强作战能力的队伍。是，我们从来没有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我们不期待战争的到来，但是必须要做好时刻保卫国家的准备。能有这样的中国军人，是战无不胜的。是啊，有这样的中国军队，我感到非常的骄傲。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希望的。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想看看这仗怎么打。正面进攻的是御风营的2支战队，北面是我们临时收纳的人员正在路上，南面是江胜强的部队，应该马上也会赶到。这东面是大海，我们不会逼着敌人峰去跳海吧？报告，飓风营与南侧蓝军交火。按照这个趋势打下去，中午饭前应该战斗就能结束了。如果敌营峰没有藏着后手，可以这么判断。打得这么惨烈，南军连禁卫军都顶上来了，应该不会有什么后手了。是啊，旅长，我觉得我们马上就能收割胜利的果实了。特战队，从他们的装备师手看，他们根本不是特战队。难以他们。传令，向丁格化肥厂集结。是。所有特战排队员，听我命令，马上撤离，向丁格化肥厂集结。队长，已经查清。正面的敌人是御风营的战队，火力寒芒向南海一队。另外2路红军战车距离海门口不到20公里车程。目标是否收集齐全？目前，红军各作战部队的固定目标点已基本确定，但刚才几辆特种车辆撤离阵场。这个方向？对。启动第3道命令，传我命令，立刻激活预备队。是。把这个区域放大5倍。报告营长，御风营来电，原计划与我军一同进攻海风口的御风营第1战队，现在临时改变计划，留守化肥厂。留守化肥厂。5大洲的特战队突然人间蒸发，郭子健立为首也是应该的。既然郭子健把立大功的机会让给咱们，咱们也别客气。我建议立刻出发，直奔蓝军指挥中心，第一个抓住狄云峰。狄云峰不会那么轻易的说。
他已经被逼上绝路，说不定会使出什么狠招。难道咱们把立功的机会让给别人？不。命令，向狄玉峰指挥部全速前进，但是营指和应急小分队和大部队拉开距离。是，马上传达。各连注意，各连注意，全速前进，全速前进。巡飞弹发射准备完毕，目标确认完毕。项目是否有漏项？目前396旅作战装备我们都有立体视图，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以通过北斗系统快速确认。听我命令，除于我方焦灼的作战装备之外，剩下的火力全力打击红方的战车。巡飞弹，老营长，你真是有眼福啊！这是陆军的新家伙，秘籍非常的高，没想到这次演习派上用场了。396旅待遇不低啊！爸，这导弹有什么讲究吗？您怎么这么激动啊？这是察打一体自杀式无人机导弹。那不还是个导弹吗？不，那不是普通的导弹。导弹在空中是不会滞留的，但是无人机会。导弹与无人机一旦有机统一，那就是一种能够改变陆军作战模式的一种武器。老营长，您对新式武器颇有研究啊。我也是在一次航展上受到的启发，然后我马上联系了有关专家，我发现他们在这个领域已经涉足很深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在生产环节还没有更大的投入。但是您发现了商机，商机是一方面，战机也是一方面。是啊，老营长，您的目光真是太敏锐了。我相信这款巡飞弹，即便不是你的产品，里边也倾注了您的心血。看，巡飞弹马上就要发威了，打击开始。报告，说，蓝军正在发送信息，但是暂时无法破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密语今天第一次出现。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通知旅指挥所马上转移，命令杨茂林、孙慕寒做好最高级别的防护准备。是。旅长，外围的红军已经基本清除，但与我们搅在一起的红军必定速度太快，顶不住了。许灵军还没走吧？当然，他正等着抓您的俘虏呢。命令，以我指挥机构为中心，炮火覆盖。旅长，那我们不就光荣了？
要让这个许令君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对不对啊？是啊，是啊。发来紧急电报，提示离职，马上转移。报告，御风营无人机组发来报告，我2路行进部队遭蓝军巡飞弹导弹打击，全部装备无一幸免。巡飞弹不好，敌方是要跟我们同归于尽。马上转移，马上转移。完了。这个狄云峰难打难缠，难琢磨。这后面的仗，只能靠郭子健那半个营了。还有机会。查清楚了，蓝军预备队是整整1个远程火箭炮营，还有1个巡飞弹发射分队。我方无人机已锁定其位置。这么大手笔！此次打击我们损失了整整2个战队，还有3架5之10，真的是太可惜了。如果刚才不是你及时转移走了3架运输直升机的话，那我们的空突分队就直接报销了。这还不重要，重要的是蓝军预备队是不是只有这1个远火营？既然他们可以打出玉石俱焚的牌，那就说明他们手上的牌不仅仅是这些。所以现在我们要等一等导演部的指令。如果在我们打击蓝军远程炮兵之后，演习结束，那说明狄云峰导演的是同归于尽的绝唱。没错，如果导演部的指令战斗还在继续，那我们就要尽快把对手找出来，或者被对手先找到我们。完全正确。首长，彻底服了。你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推断，完全应验。那你说说，怎么个应验法？很明显，狄云峰主动扮蝉，从而引诱许灵君来做螳螂。哪知狄云峰还有后手，关键时刻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这样看，远火营应该是他的后手，只不过。让他们想不到的是，还是红军笑到了最后。为什么会下这个结论？郭子健手里还拿着弹弓呢，瞧，无人机把炮兵阵地报销了。哼哼，你这个判断，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你最多只能得6分。首长，演习这马上就要结束了，难道你手里还有别的弹弓？刘局长，我提醒你一下，想想看，蓝军的特战队到哪里去了？这仗打的真憋屈。连长，得亏你反应快，营指挥部起码是保住了。有什么用？就剩1个应急小分队。你也别窝火，他们就是瞅准了自己亲自当俘虏的价值，引我们上钩，想把我们一锅端了。咱们旅长这么精明，还不是打红了眼吗？再说，全军上下还没有1个人抓到过敌人呢。走，9号飞场。和御风营第1战队会合。这。
我方仅剩的第1部兵连遭遇打击，不过幸好江营长带着应急小队及时赶到，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导演部给出来的战损报告是40%。马上查打击手段。是。曾默涵报告，是蓝军特战队的突击小组。蓝军果然还有战力，抓紧找出蓝军最新指挥所，让曾默涵配合张胜强作战。是。杨茂林报告，蓝军特战队打完即撤，不接触不对抗，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快请猫鼠游戏来。报告，发现异常信号。这段信号出现的频率很低，所以在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是从今天起，却突然开始频繁出现，而且出现的时段与围攻海风口的时段异常吻合，这才会被捕捉。信号源位置，离海岸15公里处，赵云岛。查。是。排长，下面一览无余，没什么发现。从他们的行动轨迹看，只能是这个方向，怎么会凭空消失呢？排长，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云雀，听到请回答。云雀收到。后方有无情况？后方一切正常，后方一切正常。继续向。按照演习预案，上级指挥员阵亡后，由我行使指挥权。我命令，从现在开始，你做好接管御风营军事指挥。
报告副队长，我特战队各分队都已从不同地点离岸登岛，队长命令我们立即出发。好，马上出发，周云岛。有3辆车正向我方驶来。立即隐蔽，准备打击，去。我们被拦截了。命令特战队做好渡海登岛作战的一切准备。命令运输直升机编队随时准备起飞作战。命令无人机编队严密配合，确保精确出击。命令电抗分队不放过任何一条可疑信息。同时，一旦前方发回精确坐标，按即用即插模式协调海空力量跟进打击。明白。你已经牺牲了。没错，但像这样牺牲，值了。立刻撤离，行动！我想知道为什么是江胜强，这也是你计划里的一部分吗？第一，作为飓风营的营长，江胜强完全有这个能力。第二，龙远山对我过于了解，而江胜强的作战风格跟我大不相同，临时变阵有利于扰乱龙远山的决策。第三，前线敌情很细，而且接近尾声，我需要靠前指挥。第四，作为老对手，江胜强很明白我的作战意图，加上你的配合，可保万无一失。答案满意吗？胡参谋，好，准备。不，还有一点你忘了说了，就是你自己手痒。嘿嘿，我承认，但这是我经过综合考量之后做的决定，并不只为自己过瘾。今天晚上的天气非常不好，浪头很大，你要注意安全。放心，我会注意安全。队长，坐不住了吧？说什么来着？还是一线痛快。今天我们就玩个痛快。好。报告，距离赵云岛还有5公里，原计划不变，
继续往晨曦岛飞行。是。荣旅长，雷达发现有3架直升机向晨曦岛方向飞去。知道了，密切关注。是。连长，已经飞过赵云岛5公里。所有人，检查装备，准备急降。飞行员注意，本船对晨曦岛的例行侦察之后，要继续完成对赵云岛的侦察流程。可以使用照明弹，但不能过于靠近。是。1分钟跳水准备。已经统计，全员到齐。同志们，这一仗的胜败关键就看我们了，有没有信心？有。好，这里离赵云岛蓝军指挥所只有2公里，你们能不能行？能。放心吧，营长，这样距离没问题。好，今晚有风浪，注意队形，如果有不行的，立马就说。有。出发！是。报告，据侦查，3架直升机对晨曦岛完成搜索后，向朝云岛方向飞来。直升机的侦察虽然是走马观花，但也要注意防空，以防意外。是。与各打击手段进行链接，只要他们把坐标发送过来，立即实施打击。链接已完成，随时可以进行打击。一会儿你们俩从我左右2侧奔跑，注意奔倒之后要侦查南军的海岸布防。是。林虎，你主要任务是要编辑和收集信息，并发送给指挥部。营长，我呀，对，开火之后，无论我和杨茂林怎么打，你都不要乱。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将目标点发送给指挥部，记住了吗？明白。您是见过血的作战队员了，别丢人啊！营长，我那是高兴的。这套设备也有金右脚的心血，希望吴东胜能。还是没有找到对方的指挥位置，比较狡猾。傍晚那次突袭虽然打掉了他们一小部分的步兵兵力，但是那些新制兵种不太好。
之地。以后注意，关键时候哪怕牺牲，也要保护好东北虎。闭环明白。东北虎注意，交战之后，目标会接地显现，注意收集并传送坐标。东北虎明白。各小组注意，保持距，相互支援。收到。行动。报告，讲。海空及远程支援火力均已到位，提供目标即可实施打击。再等等。是。
上烟雾弹！不对，他们的任务不是斩首，那他们的任务是为斩首行动提供出刀部位的。这是特战分队未来发展的方向，我怎么就忽略了呢？那我们刚才就已经暴露了好多目标了，不能让他们把坐标画出去。朱参谋，到！马上实施全频段电子干扰，把功率放到最大，内部联系全部通过有线进行。是，马上启动干扰系统。班长，不行不住了！班长好啊！报告，全岛干扰系统陆续启动。成功了吗？成功了吗？成功了。在把干扰和发布的同时，只要林虎按下了发送键，就能确保这条信息发送成功。俺们之前已经试验过很多次了。报告，行。招引岛信息收到，目标共12个，报送人林一虎。立即实施打击。是。太好了，林一虎，这一局你终于扳回来了。班长，班长，我们成功了，班长，班长，你看看，我们成功了，成功了，班长。我没给他丢人，我没给他丢人。虎子，俺看见了，你成功了，你做到了。班长，你看见了吗？成功了，我没给你丢人。知道了，所有人撤回指挥部。所有人现在撤回来！别这么大气性了。
郭子健手里有新制作战体系，这一点咱们比不上他。不能呼风唤雨了。仗打到这个份上，火力和导弹已经没有用了。朱参谋到，命令监控小分队密切关注指挥所内一切监控探头。我倒要看一看，他郭子健是怎么打入我的心脏和大脑的。是。看看这小子到底有什么能耐。报告，讲。一直无法与前方任何人取得联系。看来他们在岛上设置了大功率的信息干扰设备。那就等于现在我们被强行剥夺了与前方特战队员的联系了。好，既然无法取得联系，那干脆大家一起抹黑。你什么意思？现在是在他们的主场，郭子健人手少，又无法取得联系，处处被动。那干脆我们把岛上所有的电力设备全部毁掉，让龙远山也占不到便宜。你要使用石墨炸弹。命令，立即进入顶级作战系统，申请使用石墨炸弹。是。飞华，看到了吗？御风营开始申请使用石墨炸弹了。咱们演习呀，这种招数还真是没怎么用过，威力太大了。现在的年轻人什么都敢干，只要能打赢我就支持。遗憾的就是这个岛的电力系统规模太小了，浪费了我那么好一颗石墨炸弹。哎呀，老张看到了吗？美华现在还学会过日子了。立即启动备用电源。是，正在立即启动。报告，备用电源遭到破坏，已经无法使用。破坏现场是石墨炸弹。同志们，很显然，红军是启用了石墨炸弹，但即便是这样，登岛的红军也不过几十号人而已，而且经过我们几次打击，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们的特战队足以迎战。现在我命令，全员进入作战准备。置之死地而后生，郭子健这招够狠的。特战队还有多少人？一直在交火，我统计一下。马上通知部队，保持位置，原地待命，千万不要主动出击了。从机动作战的效果来看，他们人员精干，人数越
看看谁来了。郭子健，你不应该是在指挥所吗？怎么会到这里来了？你亲自带人登岛，该不会又有什么诡计吧？人都被你抓了，还能有什么诡计？哎，一颗石墨炸弹，就真感觉自己赢了。小郭，你天真这点特别可爱，你知道吧？如果我没算错的话，你就剩下杨茂林带着3个新兵蛋子在监视了。可是，我们的银纸还在，我的分队还在。没错。但即便你的2栖步战车能够登岛，也解不了燃眉之急。更何况我的超远程打击力量已经瞄准招云岛周边，你任何力量都没有进入的机会了。这么说，龙旅长这局赢定了？难道你还想翻盘吗？赢了！哈，郭子健，你现在连底牌都没有了。我本来以为跟你会有一场激烈的对决，可惜你没坚持到最后啊！你现在已经没有战斗力量了。一句话，战斗已经结束了。现在轮到我们了。哇！哎呀，这个剧情反转的也太快了吧！啊，不同的装备、不同的战法，甚至不同的代际武器，都可以相互替代、相互抵消。但只有人的作用，才能在这场全新装备的对决中，有了让人品评不尽的意味啊！嗯。我宣布，本次演习全部结束，396旅携御风营获胜。就像你之前说的那样，未来的战场，性别将不再是壁垒，装甲时代过去了，国民党诞生！国民党你在了！别喊了，他那儿没信号，没电，听不见呢。梁才，你哭了，梁才。我没有。梁才，你为什么哭？哎，大家伙！梁才哭了，梁才，梁才为我们的胜利流下了高兴的泪水。梁才，没有。麻烦洪班长，帮我把梁灿的高兴的眼泪擦掉，继续喊。收到。
我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又不是您肚子里的蛔虫。我想起当初我亲自通知你来打擂，你小子居然不给本旅长面子。我还想起当初我邀请你来404，你小子居然拒绝我。能这么早看到我的价值，你也算是我的伯乐。还是这么狂啊！龙旅长，谢谢您对我的支持和鼓励，谢谢。郭子健，你的价值，这还只是个开始。我相信，随着价值魔方的转动，你以及你的御风营，一定会给整个军队战斗力建设带来更加深远的思考。好干，保证完成任务。老营长，哎，带2个兵。这是我的老营长陈汉霄，这位是梁红梁参谋。陈总，这位就是御风营的营长郭子健。爸，你叫他什么？我父亲陈汉霄同志。真的假的？血脉纯正，如假包换，亲生的。郭云钦，郭大爹，哎呀，我没想到啊，你小子一直把我蒙在鼓里啊！还有这丫头，老营长说你们这一家子人让我们猜了个大哑谜啊！他在部队，我们也不想干扰，所以，怪不得你这小子一出手就在全国各地拿来各种军工装备做援助，感情有您这个大后方啊！不敢当啊！老营长，不负为犬子，郭子健真的很优秀，很全面，要谢谢你啊！子健能有今天，全靠部队的培养。好了，你们年轻人今天到的也挺齐的，聊聊你们青春的话题啊！把我的老营长还给我，我们老哥俩叙叙旧。好，成。你小子给我等着！太意外了，完全没想到。你小子真行。营长，营长。老营长，我经常想起来当年您带我们打的那场营规模的作战。那场战斗从兵力火力上来讲，我们没有压倒性的优势，但还是打了。您善于用兵，您敢于出击，敢于亮剑。从作战的效果来看，既破坏了敌人后续作战的企图，也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作为中国的军人，我们一次次做出被动的选择，但是我们每一次都能够扭转乾坤。除了历史的机遇和人民的支持，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党的正确的领导和我们中国军人的那种不怕死的精神。说起来，我们的军队有30多年没有打过仗了，但是我相信，如果有人敢来挑衅的话，中国军人绝不含糊。你说的太好了。报告，进来。2位首长，我们好不容易凑在一块儿，拍张合影留念好不好？好啊，好，老营长，来，严正军。这里。梁北华，首长，你的部队这次拔了头彩，讲几句吧。我先讲，请。各位首长、同志们，这次演习，郭子健同志
和他的御风营，用丰富的战场实践，已经做了详尽的阐述。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多说了。我想说的是，御风营一路走来，我有很多的感慨。记得有过这么一句话：理论永远是灰色的，只有实践之树常青。御风营，我伴随着他的实践，看到了他的苦楚，也看过他们的坎坷。但是，以我为主，主动求变的强军方向没有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作战阵地、军事思维没有变。同时，中国军队的血色军魂、品色气质没有变。同志们，在世界军事变革方兴未艾的前提下看陆军，我们的御风营这个探索仅仅走出了第一步啊！所以我在这里要呼吁啊，各级机关、各级领导，对我们御风营多批评、多支持、多鼓励，多给机会磨砺，多给智慧助力。谢谢大家。北华同志说得好啊，我深表赞同。自从有了军人以来，这个职业最核心的任务只有一条，那就是打赢。打不赢，你军队的其他职能再全、再美、再完善，都会失去存在的基础。这2天，在观看演习的同时，我也一直在思考，中国陆军该往哪里发展？发展的方向，怎么样才是陆军最正确的进步方向？眼下我们有御风营，可能大家会说，它是，也可以说，它不全是。发展呐，总是动态的，我们无法将任何一项事业确定为静止的坐标。但是呢，发展必须要有基本的参照。那就可以说啊，御风营探索至少为我们眼前的道路探索出了可以深入前进的宝贵经验。郭子坚，走，干得漂亮，继续努力啊！以郭子健同志为代表的新时代的年轻军人的探索，让我心潮澎湃，让我激情奔放，让我有理由啊，为我们那些有追求而且有本事的下属骄傲。我有理由为我们未来陆军能够作为国家的强力担当充满希望，信心百倍。老刘，你说走就走了，啥也别说了，我都已经想好了。子健，以前呢，我没少刁难你，希望你不要往心里去。你是条汉子，我服了。保重。
哎，但是老姜，你可不能认输啊！你可是咱们旅的标兵。什么时候认输？哎，这一身臭汗干什么？这个放下。行了，既然都出来了，把我送到门口吧。你以为就送你到这儿？走，走。我看了调函，不是上次那家研究所。这次是陆军研究院。跟这次演习有关吗？我们运丰营这次演习表现比较突出，他们想调我过去继续合成营相关课题的研究。好事，天地更大了。郭子健，谢谢你，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关照，你兑现了对我的承诺。在玉峰营，我真的体会到了作为一名军人的自豪感与使命感，这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收获。其实要说感谢，是我应该感谢你。为所有。风从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后远去。你站在原地，行李都收拾好了？都收拾好了。就这些啊？我的东西本来就不多，大多数的东西都已经寄走了。走吧，我送送你。远方和故乡，繁华与孤寂都不会容易。一年一岁，一朝又一夕，愿追赶之后相识与相遇。无法触及，却不忍舍弃，化作漫长的期许。一点一滴，一字又一句，愿人还能相记相惜。昨日已去，而明日再续。你说，时间差不多了，要不就送到这儿吧。郭子健，虽然现在我俩各自前行，但是我们的终点是一样的。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会遇见一个更加优秀的我。期待我们再重逢，也期待更加优秀的你我。梁红，我会等你的。远方和故乡，繁华与孤寂都一览无余。一年一岁，一朝又一夕，愿追赶之后相识与相遇。无法触及，却不忍舍弃，化作漫长的期许。
还能相知也相惜。昨日已去，而明日再续，你说是否可以？国际局势风云变化呀，副营长，演习马上就要开始了，通知御风营全体官兵，出发。是。命令1连2连，向开州山北侧迂回，无人机起飞，对嘉禾谷一带实施火力侦察。行动！是。陆军作战研究中心的同志到了。少校参谋梁红奉命参与配合396旅此次军演，